民数记3章40到51节记载了一个特别的命令，神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，并用利未人来代替他们，因为所有的长子原本应该归给神，这与出埃及的背景有关。当时神用10灾拯救以色列人，击杀埃及长子，却保留了以色列的长子，因此以色列人的长子本该属于神，但神选择让利未人代替他们服侍，而超出的长子则必须付赎价来代替自己被献上。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是，每一个人都属于神，且有无法估量的价值。救赎是有代价的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替代者。志伟是一个热爱电玩的高中生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最新款的 VR 游戏设备，但这套装备价值3万元，对一个学生来说根本是天价。这套设备真的超赞，拥有它，我一定能变成全校最强的玩家。但问题来了，他的父母不可能为这个奢侈的游戏设备买单，于是他开始动歪脑筋，偷偷用父母的信用卡购买了这套设备。只要等账单来之前，我能找到办法补上钱，他们就不会发现。志伟心想。几个星期后，账单寄到了家里。当妈妈看到账单上的3万元时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志伟，你是不是刷了这笔钱？志伟支支吾吾，心里慌张得不得了。爸爸也走了过来，语气严厉：这么大笔的钱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如果不还上，我们的信用记录会受到影响。志伟低下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但已经无法挽回了。这笔钱怎么办？妈妈问道，语气里透着失望。志伟沉默，他哪里拿得出这笔钱啊？就在这时，哥哥俊宇站了出来。爸妈，这笔钱我来还。全家人惊讶地看着他。俊宇是大学生，打工存了一些钱，本来准备用来出国交换学生的。可是，这是你的存款啊！志伟惊讶地说。没错，但你现在无法承担这笔债务，我愿意替你还。俊宇笑了笑，拍拍志伟的肩膀。不过你要记得，这次是我帮你，但下次你要学会自己负责任。志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他没想到哥哥竟然愿意用自己的珍贵存款来救他。爸爸妈妈也深深叹了口气，最终点点头，让俊宇把钱汇进信用卡账户。但志伟，你得记住，你的错误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你的哥哥替你付出了他珍贵的东西。妈妈语重心长地说。那天晚上，志伟抱着哥哥，眼泪不停地掉下来。谢谢你，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你要学会珍惜自己拥有的，还有别再做出让自己无法承担后果的决定了。俊宇微笑着说。
志伟点了点头，从此以后，他变得更有责任感，也学会了感恩与珍惜。在民数记第3章40到51节中，以色列的长子原本应该归属于神，但神选择让利未人代替他们。然而，因为利未人的数目不够，超出的长子必须付赎价来代替自己被献上，这象征着救赎是需要代价的。这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我们的生命本该因罪而被审判，但耶稣用他的生命替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使我们得着自由。我们并非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神的恩典，而是因为神主动拯救我们。这样的救赎让我们更明白自己的价值，我们是神用重价赎回的。当我们理解自己被赎回的价值，就不会再随便浪费自己的生命，而是选择活出配得上这份救赎的生命。愿我们珍惜这份恩典，并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的爱。